每到12月10日前后，昼短夜长的斯德哥尔摩就格外明亮。除了各处的圣诞装置，诺贝尔灯光周也成为城市的最大亮点。大约20个奇妙的灯光装置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年有几个作品还是以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努力和发现作为灵感来源的。来往的行人可与这些作品进行亲密接触和亲切互动，向诺贝尔奖获得者表示致敬。这个令全世界向往和膜拜的奖项，似乎也变得不再遥远。在众多作品中，最令人期待的无疑是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灯光秀，美轮美奂，精彩绝伦，让人忘了寒冷和时间。让我们屏住呼吸，一起感受一下吧。在诺贝尔周期间，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活动，参观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诺贝尔博物馆。来自瑞典和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都想在此期间更近距离地感受诺贝尔奖。成人票价为130瑞典克朗，只需395克朗即可成为年度会员，免费参观博物馆和特享各种活动。一进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电子展示屏。左手边可以看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画像和获奖理由，右手边展示的是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拿起电子屏旁边的磁力听筒，可以收看媒体关于该位获奖者的报道和采访，了解获奖者褪去光环作为普通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幸运的参观者还会在博物馆偶遇某位诺贝尔奖得主，真心羡慕现场与2021年化学奖得主戴维·麦克米伦交流互动的瑞典学生。继续往里走，有一条长长的倒叙时间轴，以每10年为单位，向我们展示了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信息。按照奖项分类，点击电子触摸屏上的头像照片，即可看到各位得奖者的简单介绍。您认出这张熟悉的面孔了吗？不经意间，脚下也发现了熟悉的面孔。这一处的设计则更为有趣，拿起听筒，会听到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打给他们的恭喜电话那一瞬间的不同反应。在这一处的触摸屏中，可以按照分类缩小查询范围。居里夫人分别得过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代表。继续参观，会看到颁奖典礼之后诺贝尔晚宴的相关信息。普通人即使无法亲临现场，也能从侧面感知一二。绕墙悬挂的一组组照片，记录了晚宴的珍贵瞬间。长达整整4个小时的全过程均在摄像机的镜头下进行，即使所有美味都出自顶级厨师之手，想必这顿饭吃的也并不轻松吧。王室成员、工作人员的部分晚宴礼服也陈列其中。一年只有一次的盛会，当然要将仪式感拉满。这张桌子上倒扣的椅子来自博物馆的餐厅，
每张背面都有诺贝尔奖得主的亲笔签名，给用餐的顾客带来惊喜。您一定好奇晚宴都吃了什么吧？晚宴菜单要经过严格筛选，就连烹饪的厨师也只会在宴会前3天才能拿到菜单。这面墙展示了历年晚宴中曾用过的珍贵食材，跟您想象的一样吗？角落中的投影是一些晚宴中的珍贵片段，在被投影中瑞典王后年轻时的风姿卓越所吸引时，一面颇有年代感的电视墙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年代的晚宴中更多或特别或有趣的瞬间。不同时期的诺贝尔奖得主身边却是同一个瑞典国王，很想知道这位最长久的获奖见证人的所思所想。这些名贵的晚宴餐具都会拖到来年1月才清洗，是为了避免服务人员过于疲倦，不小心将其打碎。看似高大上的诺贝尔晚宴，背后是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为了使这场人数众多的晚宴不出差错，从邀请函到嘉宾的座位标签，每个环节都需要做到细致入微。能否被人记得，并非取决于是否得过诺奖。爱迪生就是这样的人，秉承着像他这样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努力和探索的精神，诺奖走过了100多年。点击电子触摸屏，可以浏览各种关于颁奖典礼的信息。金色的诺贝尔奖章是荣誉的象征，艺术家专门为各位获奖者精心设计的获奖证书，像一个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一样，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为这个严肃的奖项披上了浪漫和艺术的外衣。展厅里还有各种互动项目，让参观者与诺奖得主有一些深层的交流。看到爱因斯坦的亲笔书信和手稿，是否感觉离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近了一些呢？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创作诗歌要感谢这把小剪刀，各处剪出的词语拼出了优美的诗歌。小剧场的大屏幕中传来一段感人的演讲，勇敢地反对压制女童，并一直为儿童教育权利而奋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年仅17岁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尤萨夫扎伊，她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诺奖得主。下面进入的房间是关于诺贝尔本人的介绍。他一生未婚未育，逝世前留下的遗嘱成为今天诺贝尔奖的依据所在。他最重大的发明是炸药，当今许多制造炸药的公司都起源于诺贝尔所开创的业务。博物馆里还设有一个儿童活动室，各种益智玩具旨在唤起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启发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说不定此刻在这里玩耍的孩子也会成为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呢。参观进入尾声，一定不能忘了去博物馆的衍生品商店看一看。诺贝尔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相关书籍，诺贝尔晚宴的食谱，各种益智玩具和创意文具，巧克力做的诺贝尔奖章，挑一个带回家，成为与诺贝尔奖的最亲密接触。如果自己的朋友是哪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粉丝，那寄给他们一张诺奖得主照片的明信片，或者选一个诺奖得主名人名言冰箱贴，朋友一定非常开心。纳尔逊·曼德拉、居里夫人、海明威，这几个玩偶冰箱贴，您认出来是他们了吗？12月10日是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瑞典电视台都会现场直播
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为普通观众献上各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瑞典国王颁奖的盛况。之后，在瑞典王室成员的带领下，各位获奖者及其邀请的亲朋好友，作为贵宾的科学界、艺术界、商界的名流，都会移步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蓝厅，参加盛大的诺贝尔晚宴。晚宴正式而又庄重，所有男士必须佩戴白色领结，穿着无尾晚礼服或燕尾服，女士们则会身着最美的晚礼服，以最美的形象示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主角，在瑞典王室成员的陪同下，在主桌用餐，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晚宴上还会邀请知名的艺术家来到现场进行精彩的表演，为用餐的各位贵宾助兴。晚宴的3道菜、前菜、主食和甜品，电视台也会邀请晚宴厨师向观众做介绍。上餐的整个过程充满了皇家礼仪的仪式感，全程在交响乐的伴奏下进行。之后还会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代表进行发言。现在发言的这位是今年的化学奖得主之一，美国化学家卡罗琳·贝尔托西。平日埋头实验室搞科研的她，身穿如此光彩夺目的礼服，是不是一点都不输好莱坞的女明星啊？晚宴后还会在市政厅的金厅举办舞会。没想到吧，科学家们可不个个都是书呆子，跳起舞来还挺有模有样的呢。Ett sammandrag av alla festligheterna idag, inklusive prisutdelningarna, kan ses imorgon klockan 18 i SVT2. 夜空中闪亮的灯光照亮了美丽的斯德哥尔摩，比这些灯光更闪亮的，则是这些最应该被人喜爱的明星，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们。